红颜记，寻那四万海沙。这是被车刀与拔刀术的精彩对决。当剑心使出二段拔刀术时，那颗杀戮的心也终将被唤醒。下面请跟着学徒的解说细细品味。剑心与刃卫所使兵器均为打刀，并非大家所熟知的太刀，二者同为日本刀的代表，皆由汉唐刀剑演变而来。不同之处在于，太刀多用于骑兵马战，刀形普遍较长，最长可达3米；而打刀则多用于步战，刀形往往比太刀短，是当今主流的日本刀，也是拔刀术的代表性兵器。刃卫连续挥刀斩击，剑心一时处于被动。剑心以双手擎刀挡下刃卫的劈面斩击，但同时下路也露出破绽。刃卫瞅准时机，立刻出右左正蹬，蹬时将剑心踢退。剑心勉强以刀撑地不倒。刃卫抓住机会，迅速挥刀跟上。剑心以阴手持刀快速向上挑击，阴阳手即常说的正反握。握刀时虎口朝向刀柄为阴手，而朝向刀尖为阳手。在明代单刀法选中早有记录。剑心蓄力上挑，瞬间震开刃卫长刀，却不料刃卫顺势右手刀绕至后背，并快速将刀换至左手，以阴手持刀急刺而出，登时刺中剑心左胸。而剑心的斩击却被刃卫轻松挡下，因为他的刀是逆刃刀。这一招十分惊艳，名为被车刀。在电影《绣春刀》中也有类似场景，沈炼窥破了丁白鹰的拔刀术，在其持刀劈砍时，绣春刀迅速下移并绕至身后，在避开斩击的同时切换左手刀，划伤了丁白鹰的腿。刃卫的左手刀实力也很强，双手轮番换刀持续劈砍，忽左忽右出其不意，剑心被压制的颇为狼狈。刃卫在刺出一刀后迅速转刀换手，一刀将剑心挑飞数米。曾经的刽子手拔刀斋竟如此不堪一击，刃卫大感失落。为了唤醒剑心心中的杀意，刃卫对神谷薰使出了强化版的心之一方，剑气通过瞳孔入体。此刻薰的心肺已被麻痹，2分钟后将会窒息而亡，除非薰能靠自己的力量解开，否则必须杀掉施术者。剑心大感愤怒，急跃而出，以一招龙卷闪劈中刃卫面门，但由于是逆刃刀，并未对刃卫造成伤害。刃卫通过蛇皮走位不断拖延时间，以进一步激怒剑心。二人奔至一处古树，刃卫在刺出一刀后立刻接一记横斩，随后连续挥砍将剑心逼至死角。在剑心双手持刀格挡之际，刃卫迅速拔出腰间斜插，一刀刺中剑心左肩。斜插是一种备用短刀，长约50厘米，常作为副武器与打刀配对，带于腰间，是武士的标准带刀模式。在被近身时可拔出对敌。斜插并非切腹用的兵器，专门切腹的短刀叫做怀剑。刃卫长短刀组合进攻，足见其实战经验丰富。剑心彻底被激怒，时间已所剩无多，他决定不再留手，刀法开始变得凶狠。在俯身避开刃卫挥砍的一刹，他以快绝的身法绕至其背后，不待刃卫反应，立刻登地而起，双手持刀劈面斩下。这是剑心的代表性杀招龙锤闪，一刀劈中刃卫面门。虽是逆刃刀，但这一击的威力不容小觑，犹如钝器迎头砸下，却不料刃卫仍能挣扎起身。剑心收刀入鞘，他压低重心，摆出了拔刀术的架势，要以最后一招终结战斗。刃卫认出此招，但仍想上前一试。在刃卫挥刀劈砍的一刹，剑心迅速以扬手刀拔刀出鞘，欲斩刃卫左路。刃卫见状，立刻回刀格挡，却不料这其实是剑心的虚招，真正的杀招乃是刀鞘。刃卫回刀格挡时，右路露出空门，登时被剑心刀鞘刺中。这是飞天御剑流的2段拔刀术双龙闪。在拔刀斩击时，刀鞘紧随其后，即使能躲过第一记斩击，也会被紧跟的刀鞘所伤。刃卫的肘关节已被刀鞘击碎，再也无法挥刀。剑心拧转刀身，使刀刃向前，欲一刀结果刃卫破解心之一方。剑心的内心始终很矛盾，为了赎罪当年的杀孽，他立下不杀之誓，将兵器也换成逆刃刀。可为了刃卫这种冷血杀手去恪守誓言，真的值得吗？因为恪守誓言而失去神谷薰，失去这个愿意包容他不堪过去的少女，又值得吗？一旦杀了人，就再也无法回头，这是刽子手的命运。可为了薰，他甘愿做回刽子手。若是换做屏幕前的你，又会如何选择？就在剑心将要斩下时，却没想到薰竟自己解开了心之一方。学徒不禁感慨薰的肺活量，不杀之势终究没有被打破。薰始终体贴剑心，即使是在生死关头，也没有让他为难。可以说薰就是剑心的刀鞘。刃卫仍不死心，却没想到竟一刀刺向了自己。杀戮是他活下去的唯一理由。在旧时代，他为幕府卖命，可以光明正大的杀戮；可到了新时代，却成了异类。
他认为新时代是个无聊的世道。学徒以为剑心虽未打破誓言，但任卫却是因他而死。其一，任卫手臂被废，致使他再也无法杀戮；其二，曾经的刽子手拔刀斋一度是其偶像，可如今的剑心令他大失所望。其三，任卫的刀乃是剑心在战场上丢弃的那把杀人刀，任卫捡起了它，也继承了他的杀人意志。此刻以此刀自尽，或许是最好的归宿。他要在地狱看看剑心能以浪客自欺欺人多久。假面骑士颅骨终究还是不敌假面骑士电王，平静的日子总是很短暂。最强反派志志雄协作下，石本刀即将登场。